我会建议大家要重视会提出问题的人，但提出问题还要再提出下一步解决方案，这些是你的保障，不要去认为说他在挑战你，因为你只要仔细的去思考他里面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去模拟之后发现他确实能够解决你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你就应该优先任用它。还有就是也是跟那个准备投入职场的人分享的是，他的履历如果都是在写说我家怎样几个人，好像也不太吸引我们的目光哦。他如果说我在读书的当时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去思考解决这件事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工厂幼幼班，我是阿成。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我们家的技术长工厂仙姑，我们请仙姑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我是工厂仙姑Sana。是的，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工厂仙姑这边请教一下她的个人背景，因为她之前呢只有在我们的频道有露过一次面，相信大家对她会稍微比较陌生一点。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她做一个人物专访。那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的仙姑啊，在大学的时候呢是读什么样子的科系呢？我读的是资讯管理系，可是我们的资讯管理系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的科大里面原本是没有资管系的，那这资管的老师也都是从资工过来，所以在我们的科大里面呢，它其实会受到比较多程式的训练。管理的话，是我们有分2个学程，一个是资讯学程，一个是管理学程这样子。那资工系跟资管系他们中间比较大的差异是什么？最大的差异就是资讯管理系虽然有些跟资讯相关，可是它其实是商科。是商科，对，所以它是隶属于管理学院。它是隶属于管理学院的。我也是管理学院的。没有错，我们是一样的。那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去问了跟我一样学资管的同学，我发现很多大学的资管，他们可能也是有接触到一点点写程式，可是他们不会像我们学的一样从 C 加。然后一直沿路发展上来，他可能最多是学到比较基础的编程，叫 VB。VB。我自己知道 VB 算是在做UI 界面这一块比较古老的前辈。对。那但是C 跟 C 加加这一边，我记得它好像是比较底层的程式代码，没有错。比如说可能写一些韧体啊，或是一些底层的部分。其实我后面也有发现 C 啊 C 加加这部分都比较是偏硬体、韧体这方面的。对。但我们其实，在商业做的话，会比较多是 C#。如果是 C 系列的话，会是 C#。对。那在资管跟资工中间最大的差异，当然就是资管它要学管理，那资工是没有这一部分的。资管里面，如果不以写程式开发来说的话，我们还会去接触到比较接近在写程式的部分，就是资料库。是在资料库的部分，我们就比较有可能大部分的资管都会学到。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微软的 MS SQL， 再来就是免费的 MySQL。当然，学哪一个 SQL 就是看每一间科大它的发展方向不一样，教的课程不一样，可是它的逻辑其实是共通的。了解。那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像我们学校的企业管理系里面其实会去教到使用一些 ERP 的过程。那不晓得在你们的资管系里面，是不是也会有教到，就是如何去操作 ERP 的软体？在我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这个课程。可是它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就我们所知，鼎新的那个软体，它其实是有4个，一个是基本模组，一个是生产模组、财务模组，然后制造模组这样。对。但是它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只上了最基本的那个基础模组跟一个制造那边的模组。他没有把所有的模组都上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上其他模组的人，你就得要去自学。但这个其实都列入于毕业门槛里面。那我个人是3张都有拿到，甚至我还有拿到他的另外一个模组是 CRM 那边，CRM 的模组我也都拿到。看来我们的仙姑呢，在读书的时候也算是那个资优生哦。过奖。那我们比较好奇来请问一下，因为刚刚提到你也是科大出身嘛，我也是科大出身，所以应该都会有实习的环节嘛。没有错。那你当时候实习的话是在哪个单位实习？小妹不才，就是在鼎新里面实习，我在产中里面实习。原来是在我们的国产的 ERP 龙头里面在实习。那你在实习的时候，你觉得你学到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你觉得收获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收获最大的事情大概就是能够更清楚知道，在 ERP
开发的时候会有哪些困境，或者是他们会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吧。因为他们就是会经常产中嘛，会经常接客户电话。那客户电话一进来的时候，他不见得马上可以去跟工程师对话。他们会在内部先开一个会议，确认说这个东西有没有需要到工程师。有时候产中也有一些coding 的能力，他其实会稍微修一下。比如说我也有在里面做过一些小小的 coding 微调，他会告诉我，我可以做的部分是哪里，然后教导我说你可以怎么做。但其实我的部分在鼎新比较可惜的一点是没有完全摸到 coding， 因为我是在比较文书作业方面，然后我是跟他讲说我还有这个功能，他才额外再指派给我的。果然呢，机会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来的。那我这边也想要请教一下，因为我们虽然说我们实习的时候有在领域相关的范畴去实习，但之后你真正出社会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工程师这个行业呢？工程师的行业，首先是因为我进去科大之后，发现我真的有这个才能。其实我在这个业界里面，真正要算起来，我可能从国中就开始在这个业界了。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在工厂里面打工啊，打一些小小的零工啊，赚点零花钱嘛。暑假啊，大家没事做的时候，就是赚钱的好时机嘛。对啊，所以我其实是从国中开始就一直在工厂里面，对工厂管理流程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哦。所以你是因为对工厂的流程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然后后来就是出社会就业的时候，刚好也就选择了跟这些流程管理有相关的工程师的这个职业去就业这样子。对，其实是这样子的。虽然说我是个工程师，但我首要的目标真的就是流程改善这个部分。因为我在以前工厂的实习也算是实习啦，虽然是打工也算是实习，在那个环境下，我就有发现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把一些看似觉得很怪的流程，把它顺完之后建立一个制度，就是我们所谓的 SOP。然后让所有的人能够遵从这个 SOP 去改善他的作业。比如说我可能一个事情我会重复做，一直这样做，然后我就发现说，你为什么只要一手做？你为什么不能两手做？我们会有一些很多的讨论，发现大家也都能接受。我对于这些事情是有成就感的，所以我想要从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其实我以前在攻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会觉得，东西就是要放90度，刚好这样旋转过来，刚好够用。没有错。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要把它放在他的身后，要转180度。对，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在工作上，因为一些比较细小的地方，我去做一些微调，然后跟我们的同事们去做沟通。看来我们算是同道中人。那先问你，因为你是资管，那阿成这边是农企业管理。对，你看哦，想象中资管会写程式较正常，我们的想象值可能对你们也不太正常，因为好像是资工比较应该会写程式。是，可是你看，那为什么阿成可以？他不是学写程式的人，他会写程式，那你是为什么去做这件事？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去思考怎么样去改善优化这个流程。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就会觉得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做一个90度的转身是拿东西最快的方式，但有些我的同事们啊，可能就会把东西放在他身后，他必须要转180度。那其实这一整个呢，都是来自于流程架构的设计。我们在写程式其实也有相同的这个逻辑，就是你的1、2、3、4、5、6这个步骤，你会怎么样去走？那这个就是你的流程设计。那这个流程设计的好不好，就会取决于你最后写出来的软体的成品好不好用。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软体不断的去精进，为了去改善我们的管理流程，我们在这个整个流程的优化上面来讲呢，就要做的比较详细。那我觉得，本来我在读企管相关的学程的时候，我就已经具备这个改善优化流程的这样的技能，只是说我运用在软体程式的设计上面。那接下来呢，想要问的就是对于传产他们在寻找就是系统化的人才，比如说他想要导入资讯系统，然后需要有这些使用系统的人才，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会建议大家要重视会提出问题的人，但提出问题还要再提出下一步解决方案。你要去重视那些会讲话的人是第一步而已，但是你还要去看他讲的话有没有内容。有些人只是单纯抱怨啊，他说这里有问题，但有问题之后呢，没有然后。所以你要去重视那些愿意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人，这些是你的保障。
不要去认为说他在挑战你，因为你只要仔细的去思考他里面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去模拟之后发现他确实能够解决你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你就应该优先任用他。那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大家都不愿意说话，大家也都不知道大家各自的能力是什么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向外寻求人才。在向外寻求人才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想说，那他有没有系统操作的能力？不然我们都会优先请有提出问题能力的人去进修系统操作。因为系统操作其实你也有看过嘛，我们的程式啊都会有一些使用手册，系统操作能力都是可以被训练的。只有提出问题跟解决能力是很难，你在一个过程中就把它训练完成的。所以先从内部，然后再找外部。当然，如果你连外部都找不到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可以请顾问来训练内部的人。你在训练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发现说，有些人的适应性很良好，那这些适应性良好的人，也是值得被拉拔起来的人。所以刚刚工厂仙姑讲到，人才其实有分有不同阶段哦，一个就是提出问题的人，再往上是解决问题的人，其实底层有一个不愿意讲话的人。对，他其实还有摆烂的人啊，这个可能就是更底层的啦。但是基本上我们理想的状态就是只有3种，就是不说话，然后是说话了，那说话之后解决问题了，这样。那会不会说话的人就是被解决掉的那个人？所以我才要提醒各位老板要重视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人，因为这个才是企业要维持的保障。我们要把这些保障保护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不能用劣币来去驱逐良币啊。只有说企业就是这样，他在他提出问题的时候，老板还没看到之前，他已经被其他员工先霸凌了。像我就会遇过有一个，就是我去辅导的时候，然后就有了一般的员工就跟我讲说，顾问，我觉得那个应该怎样怎样讲，然后他的主管回头就瞪他。你嫌事情还不够多吗？对，这个可能就会很像我们以前学校上课的时候，最讨厌有小朋友说：“老师你还没有出功课。”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吗？其实长久来看，它其实对于学生的发展是好的，对不对？可是当下的人大家都想要省事，可是说实在，老板就是要务实的去底层去看，因为有时候老板在上面待久了，他不知道底层到底有哪些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倾向于你可能要培养你的比较 OK 的心腹，让心腹来去底层巡，因为你可能没有时间巡嘛，让他们来去帮你看一下底层他们有哪些状况，尽量去发掘那些良好的员工，并把他提拔上来。那会不会，比如说，因为呢，依你们的年纪啊，比较年轻来看，如果说你换个角度，你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你会希望公司做什么样的程序？如果是我的话，我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主管有没有接受，有没有解决，我个人原则是事不过三。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觉得没什么发展，而且我提出的问题都没有被重视，没有被解决的话，我真的会选择离开。那就离开，还会再做什么程序？当然我们就是正常的走离职程序嘛，除非今天他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我们当然要诉诸我们合理的途径，比如说法律啊，或者一些什么顾问协助这些来做协调啊、协商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说是正常的情况下，我真的不行，我觉得不适应，那我们就是正式的在他的公告期限说，我要多久之前要提离职啊？那我们就在那个时间前就提离职，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加油接这样子。那在你的职业里面，你会希望说，比如说公司对你们的一些安排什么之类的，你有其他想法吗？公司对我们的安排吗？可能会期望公司会定期给予一些培训吧，比如说他要求我们做的当阶段的事情，我们能力已经很明显负荷不了，那他总不能要求我们在自己的时间里面去做进修吧？如果你对我的工作的职务范围，你觉得有必要进修的话，那你应该要提出一些有效的进修的选择管道，让我去选择。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大人提、小人提这些方案，就是企业要去主动的给我们底下的人去做一些进修的选择呀。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聪明如你是都会有这样的需求，是的，都会只有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企业的文化的养成是来自于说，这个老板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问题，他怎么样给予一些他的员工一些期待跟愿景。是的，因为
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讲的说啊，你拢讲黑太过高大上的代志。不过我觉得是像如果是有人访问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回归，就是因为我们的年龄不太会跟老板要求东西，就是听话照做，就是我们是这个50、60岁这个年纪的人，但是像你们30多岁会对未来有一些规划跟梦想的人，那如果更年轻刚出社会的人，他可能也有一些他的想法。说实在，你要把它回归到世代差距也是可以回归，但如果不回归到世代差距，我们就以关系来说，不管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是人与公司的关系，都是追求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你不可能去要求他永远在这里停滞不前。他停滞不前，当然有些人是觉得说 OK 啊，我摆烂。可是真正一个会有目标的人，他是不会允许自己摆烂的。了解。那像很多的业主啊，会跟我询问说，要去哪些地方才可以找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我们有提到有资讯工程的学生，有资讯管理的学生。那当我们的传统工厂里面啊，想要导入一些资讯化的系统，你会建议他们去往哪个方向去找寻外部的人才？如果是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没有一定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很特别，它不是会的人才是优先任用的人，而是愿意的人才是优先任用的人。他愿意并且有学习能力，不管是资工、资管，都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所以我们其实要考验的是愿意跟不愿意。其实确实啊，现在有很多的工厂的老板啊，都跟我们聊到这件事情，好像要找到有意愿去改善并且持续进步的同仁，好像没有那么多。对吧？那这一块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工厂的业主这边来去做一个思考。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的顾问服务能够去激发那些人提高更多的意愿的时候，当然你们的激励制度也要做啦。激励制度其实也是一个核心关键。可是除了激励制度以外呢，提高学习意愿也很重要。那找对顾问服务也很重要哦。找顾问呢，其实呢就可以来找工厂医生啦。我们工厂医生不是只有在做一些系统的导入服务，比如说你在人事的运用上面来讲，如果有遇到一些困难，其实也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做一下咨询。现在呢，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1个小时的咨询时间哦。OK， 所以我的看起来就是你们是会提出问题的人，并且已经 upgrade 到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但其实它的关键点是来自于刚刚仙姑有讲的，其实不是你学不学这件事，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对，是当你愿意，就会去想方法解决它。没有错。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业界就是缺工嘛哈，然后就会有老板问你们，我要去哪里找这样子的人？所以你刚刚仙姑讲说，倒不是找什么样学科的人，而是找愿不愿意的人。没有错。所以他的可能最后他的关键点是在他在 interview 的时候关键问答。关键问答，你愿意学习吗？是这个意思吗？我倒可能他们都跟你讲愿意啊。应该是说你会不会愿意提出你看到的问题，并且想办法解决它。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些人的状态就是说，如何去挖掘到这个人他后面的本质。而可以在 interview 的时候就知道。对，还有就是也是跟那个准备投入职场的人分享的是，他的履历如果都是在写说我家怎样几个人，好像也不太吸引我们的目光哦。他如果说我在读书的当时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去思考解决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比较神奇的看法，就是假设你们今天已经有比较具一些规模的系统的资讯已经导入的话，你可以尝试着在他是完全没有触碰过的情况下，在当场试着走你的 SOP， 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学习能力。如果是这个学习能力在当下你们知道说大概一般人会花多久时间，这个面试者能够 get 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他可能是一个即战力。就是你可以优先录用的人了。他不管有没有提出问题，但他至少会操作系统。其实我是觉得，像刚刚有问到阿整他为什么还会来写程式，其实是我最终还是要讲一句话：资讯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只有提出问题跟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是很难在短时间里面被培养起来的，除非说你有其他的外力去 push 它。那如果你在你的内部里面真的有发现这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人，麻烦保护好他，赶快把他提拔起来吧。各位工厂老板要记得哦。
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哦，请到工厂仙姑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她的个人的背景，以及在人才的选用上面啊，她有什么样的见解。那也希望这一集呢，对我们所有工厂的业主呢有一些帮助。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边喽。那如果你觉得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分享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还有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然后后面接什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后置呢？不要后住，我们后住。